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我们将解读这项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多伦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在《自然人类行为》发表论文，揭示了人类情景记忆的波动本质。研究发现，大脑在编码记忆时，并非像录像带那样连续记录，相反，它表现出每秒7次的亚秒级强烈节律。这种离散的节律特征意味着人类形成记忆的能力在毫秒间不断起伏，为理解大脑工作模式提供了全新视角。以往直觉认为，记忆的形成需要一段持续稳定的长时间状态，例如喝完咖啡后的几分钟，或是充足睡眠后的几小时。但最新科学洞察表明，学习的真实时间尺度快到超乎意识。人类形成记忆的能力并非平缓的直线，而是在每1秒钟之内多次发生有节奏的强烈波动。这种如同正弦波一般的起伏证明了最佳学习时机比预想中更短。这种波动的生理基础在于记忆中心海马体产生的神经震荡，海马体以每秒3到10次的频率维持着持续的 theta 节律。SPEAR 模型揭示了其中的关键，即大脑像快门一样在存入和提取2个相位间急速切换。这种机制导致记忆编码的核心要素会随着脑电波的起伏而产生周期性波动。然而，精准捕捉这种亚秒级的瞬时波动极具挑战。核磁共振等传统成像技术很难在无创条件下定位几百毫秒内的变化，这导致过去一直无法直接证明记忆编码是否遵循特定节律。为了打破僵局，研究者采用了密集采样法，通过高频的行为学反应数据来反向推算大脑内部的神经震荡特征。密集采样法首先利用醒目的视觉线索进行相位重置，使原本随机的神经震荡变得可预测。接着，研究者以33毫秒为极微小步长，不断微调线索与图像间的时间差。通过成百上千次的极限测试，研究团队能精确记录不同时间点上的行为表现。这一过程最终像拼图一样拼凑出了人类记忆表现的完整波动周期。在存入记忆的实验阶段，受试者首先会看到100毫秒的提示信号，这用于重置大脑相位。随后是200到1100毫秒的可变延迟，这是每次递增33毫秒的核心盲盒区。当目标图片出现后，受试者需执行分类任务，例如判断物品的室内外或大小。这种设计确保了系统性采样，覆盖了大脑处理信息的每一个时间切片。在完成编码约5分钟后，受试者将接受情景关联测试。此时屏幕上会混杂出现见过的物品与新干扰项。测试的关键不仅在于判断新旧，更在于必须准确回忆出当时针对该物品执行的任务。这种对情景上下文绑定的严格考验，能有效衡量长时关联记忆的提取质量。整个实验的核心变量是刺激发生异步性，即 SOA， 它代表提示信号与目标图像出现的精确时间差。如果记忆编码确实具有节律性，那么在200到1100毫秒的时间轴上，不同 SOA 下的记忆成功率应呈现规律起伏。这就像是在寻找大脑快门开启的完美瞬间，波峰代表记忆极佳，波谷则对应记忆盲区。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记忆力并不是平缓的直线，而是汹涌的波浪。数据显示，人类形成长期关联记忆的能力在提示后的几百毫秒内产生了强烈的潮汐式波动。这种波动的核心频率为每秒7次，即7赫兹。最佳时刻与最差时刻的成功率差异高达 4%， 这证明了记忆编码存在显著的节律特征。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者进行了频率与时域的双重分析。快速傅里叶变换显示，记忆表现曲线在7赫兹处有一个统计学上极其显著的峰值。同时，时频分析的热图也明确指出，高能量的震荡主要集中在466到800毫秒的范围内。这种瞬态震荡特征有力支撑了人类记忆编码具有特定频率波动的结论。一个核心疑问随之而来：每个人的记忆波峰是随机的，还是发生在相同的瞬间？极坐标图的相干性分析给出了惊人答案。圆周统计结果显示，受试者在特定时间点的记忆相位具有高度一致性，数据点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这意味着全人类共享着相似的记忆节拍，所有受试者往往在同一绝对时刻集体进入最强的记忆形成状态。虽然观察到了这种节拍，但一个严谨的科学挑战摆在面前，究竟是情景记忆本身在波动，还是视觉注意力在周期性游移？以往研究证实，
人类视觉注意力确实会以特定节律进行环境采样，这引发了质疑：实验中的记忆起伏是否仅仅是因为注意力集中时看清了图片，而注意力不集中时没看清导致的？后续的数据对比彻底颠覆了这一直觉，证明注意力与记忆的节律完全脱钩。频谱分析显示，记忆任务在7赫兹处有极高的陡峭峰值，相比之下，代表注意力直接反应的分类任务表现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几乎保持平直，没有任何显著的波动节律。这说明对物体特征的识别与情景上下文的绑定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节拍。通过频谱功率差异的进一步比对，研究者发现记忆表现的波动强度远超分类任务。置换检验显示，记忆频谱功率在6到8赫兹区间显著更高峰值位于6赫兹，这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最佳瞬间，绝不等于将其写入长时记忆的最佳瞬间。两种生理过程在时间维度上是完全错开的。将两套系统对比可以发现，视觉注意力侧重于识别物体的自然属性，而情景记忆则负责建立时空关联。在节律上，注意力表现得连续稳定，记忆却展现出强烈的7赫兹瞬态震荡。更关键的是，注意力不依赖特定相位，但记忆编码极度依赖精确的亚秒级相位。这种差异导致了记忆在不同个体间存在显著的同步共振，而注意力则是随机无序的。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指挥记忆的节拍？神经化学机制显示，乙酰胆碱是调节这种节律的关键。SPEAR 模型认为，这种神经递质充当了海马体西塔波的阀门，调节着信息的流入。为了在人类身上验证这一机制，研究团队引入了2个天然标记物：受试者短期的专注状态以及长期的尼古丁摄入情况。第一个调节器是专注状态，可通过反应时间偏差来追踪。当受试者处于 in the zone 的专注状态时，反应时间极其稳定，这在生物学上对应着大脑高水平的乙酰胆碱释放。相反，当处于游离状态时，反应时间会剧烈波动，代表胆碱能水平较低。这种状态的切换为观察化学信号如何影响记忆节律提供了窗口。测试结果显示了专注与记忆节律的奇妙联动。当受试者处于专注状态时，记忆反应时间的 θ 频段节律能量显著提升，尤其在5到6赫兹频段出现了能量跃升。这意味着高浓度的乙酰胆碱释放就像一个强大的信号放大器，它极大地增强了微观亚秒级记忆编码的节律强度，让大脑的记忆快门变得更加清晰。研究团队还通过真实世界的化学干预进行了验证。尼古丁是强效的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但长期摄入会导致受体脱敏，使大脑对自身分泌的乙酰胆碱变得不再敏感。实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假设：如果记忆节律由乙酰胆碱驱动，那么长期使用尼古丁的受试者，其记忆波动强度反而会被严重削弱。这一假设为验证化学机制提供了硬核证据。小提琴图的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测。在控制各类变量后，线性模型显示，尼古丁使用者的 θ 频段震荡能量显著低于非使用者。此外，研究还发现，尼古丁使用者能够维持绝对专注的时间也明显偏少。这些证据从反面印证了乙酰胆碱化学通路确实在调控大脑的记忆节律。大脑为何要按这种脉冲式节奏工作？功能假说认为，这是一种终极防干扰机制。通过每秒7次的节律性切换，海马体建立了严格的时间隔离，防止新旧记忆互相干扰。此外，这种离散机制还能实现高效的误差驱动学习，它让大脑在感知外部输入与提取内部预测之间急速切换，大幅提升了神经突触的计算与学习效率。总结这项研究，虽然真实世界是连续流动的，但大脑在编码情景记忆时，却像是一台每秒采样7次的离散切片机。研究证明，这种节奏并非注意力的副产物，而是受乙酰胆碱系统精密调控的独立过程。这种节律性编码将连续体验切割成最小单元，构成了人类回忆过去的基石。下一步，研究如何利用生理脉冲来优化学习效率，将成为重要的认知新方向。